来的是2026年开年神作《超时空辉夜姬》，无论是从原子级的作画，还是炸裂的视觉体验，它都强的离谱，强的不讲道理，被粉丝公认为百合界你的名字。所以问题来了，你是选8000年前的成熟大姐姐8000代，还是选现在的满店少女辉耀？别问，成年人当然是全都要，毕竟谁能拒绝美少女的贴贴？故事开始于东京涩谷，女孩彩叶走在回家的路上，惊讶地发现电线杆的空隙中竟然蜷缩着一个发光的婴儿。面对来历不明的麻烦，彩叶的第一本能是逃。其实这种逃避再正常不过，在这个连照顾好自己都算奢侈的时代，谁会有余力去承载另一个生命的重量？但在婴儿的一声啼哭下，加上配合路人毫无责任感的催促，还是让这个善良的姑娘心软了。彩叶将这个发光婴儿带回家中，用为数不多的积蓄买了许多婴儿用品，细心照料。然而奇迹发生了，仅仅3天，婴儿便迅速成长为一名容貌惊世的妙龄少女。开盲盒开出神装的冲击力，实属把彩叶吓到当场当机，连忙打包行李，打算送走对方。可看着对方楚楚可怜的表情，听着他肚子里传来的咕咕声，彩叶还是含泪扫码奉上了一份桃花蛋包饭后，从辉耀口中得知他并非凡人，而是来自那座冰冷死板的月球都市，因为觉得那里超级无聊才逃到这个有趣的地方。在彩叶听来，这不就是那个耳熟能详的主曲物语吗？月亮公主逃到地球，最后却被主人强行接回，忘记一切。但在辉夜眼中，这个流传1000年的故事简直是荒谬的悲剧。凭什么公主必须披上雨衣，忘却一切，回到牢笼，自己会创造一个幸福结局，带着彩叶一起过上幸福生活？反抗的种子在此时已经悄悄埋下。虽然对于卡里余额不多、被生活毒打的社畜彩叶来说，拯救世界太远，眼下的蛋包饭太贵，还是睡觉比较重要。第二天睡醒，看着空荡荡的房间，彩叶一度以为这只是场梦。就此，两人开始了奇妙的同居生活。彩叶白天上学，给辉夜准备煎饼留在桌上。尽管那些煎饼硬得像飞盘，味道更是不可描述，但却是彩叶能给出的最实诚的温柔。而辉夜为了回馈这份煎饼之情，会在家准备堪比国宴的午餐。虽然每一分钱用的都是彩叶的银行卡。不久后，彩叶期待已久的重头戏来了，虚拟偶像8000代的迷你演唱会开始了。对于这个世界一切都好奇的辉夜，自然不会错过这种事。在彩叶的帮助下，两人佩戴好设备，进入虚拟空间。随着虚拟偶像8000代迷你演唱会的准时开启，现场的气氛直接顶向云霄。表演完毕，彩叶感动的泣不成声。此时台上的8000代抛出重磅炸弹，他将开启一项史无前例的联动计划，在1个月内涨粉最多的新人主播将获得与他同台合唱的机会。彩叶眼中那抹狂热的眼神被辉夜尽收眼底，下一秒辉夜没有任何预兆，选择下线，回到电脑前疯狂搜索如何成为世界上最红的主播。很快辉夜便自顾自发布了第一个作品。然而互联网的丛林法则是残酷的，空有神颜的辉夜因为不懂人类情感，第一部作品毫无悬念石沉大海。彩叶看出了辉夜的渴望，作为颇具天赋的音乐人，彩叶曾创作过无数直击灵魂的旋律，但家庭变故像一把重锁，将他的梦想封印在了角落。现在他决定为了眼前这个少女重新出发。彩叶白天上学，晚上写歌，辉夜则成为全职主播，在互联网世界大杀四方，吐槽剧、打游戏、搞吃播。每一场直播，彩叶都会穿上笨重的玩偶服，在旁边撒花伴奏。渐渐的，越来越多人喜欢上辉夜，疯狂表白的粉丝也越来越多。彩叶疯狂的删评论，一边看着辉夜调皮互动，你们从来都没见过我。现实的自己是非常难相处人，还是个可爱的淘气鬼，可看直播的人却纷纷表示会宠着他一辈子。最终看热闹不嫌事大的辉夜开玩笑说，只要有人打过彩叶就和他结婚。吓得彩叶赶紧当起了护花使者，将来路挑战的高手一一解决。
时间过得很快，两人的知名度飞速提升。然而在他们即将冲刺前几名时，彩叶却因为过度疲劳晕倒了。辉夜推掉所有事务，细心照料，帮他向店里请假，每天还会烹饪美食给彩叶享用，让他别给自己太大的压力。此时距离八千代的演唱会即将开始，他们的排名还在40名。在激烈竞争的互联网，想要在最后关头杀到第1名完成公演，几乎是不可能的奇迹。可这时他们却突然收到排名第1的黑玛瑙发来的挑战书和求婚书，整个人际网络沸腾了。这不仅是一场流量的争夺，更是一场关于归属权的海底捞月。然而在比赛现场，队友因为见到偶像直接晕倒，好在8000代主动加入，才让比赛得以开始。但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玛瑙队展现了令人绝望的统治力。彩叶的亲哥哥玉门作为对手领队，不仅瞬间看穿了彩叶的伪装，更是在拉扯中抓住彩叶的心急，直接将其送回泉水，以碾压的姿态占领双要塞，赢下了第1场的比赛。这让彩叶的自信心掉入谷底，偶像8000代也只能无奈道歉。在绝境中，辉夜展现了作为月球居民的空间感，在第2局开始时，利用飞行技能从高空俯冲下路，配合8000代完成了对敌方射手的反杀，成功扳回一城。决胜局中，玉门试图以1敌2正面摧毁两人的防线时，彩叶和辉夜上演了全剧最默契的武器互换。かぐやちゃんの突破力がないと天守は攻めきれない。いよいよとなったらイロハは自分を犠牲にする。でもそれじゃあ玉门认定拿锤子的辉夜才是威胁，却不知辉夜只是诱饵。当玉门以为胜券在握时，两人预埋的隐形钢索瞬间发动，将这位顶级高手死死锁在原地。彩叶亲力一击，完成了对哥哥的华丽超越。在全场观众的沸腾声中，彩叶与辉夜朝着敌方堡垒发起冲锋时，玉门却以一种近乎疯狂的速度，在他们摧毁堡垒的前1秒先一步终结比赛。比赛的硝烟虽然散去，但真正的奇迹才刚刚上演。8000代宣布涨粉冠军的那一刻，辉夜与彩叶的名字奇迹般登顶。他们赢回的不只是公演的机会，更是改写命运的筹码。凭借巨额奖金，他们搬进足以俯瞰整座城市的特大公寓，像最平凡的情侣一样逛超市、做饭、收拾屋子，在星光下相拥入眠。不久后，万众瞩目的联动演唱会如期而至。辉夜与彩叶站在梦寐以求的舞台中心，跟随8000代在亿万光芒中起舞。演出结束后，天空却毫无预兆的被乌云封锁，所有的屏幕化作冷月，一群头戴灯笼的人闯入会场，强行向辉夜传递回家的信息。尽管8000代利用管理员权限强行抹除，用一句节目效果安抚全场，但彩叶却隐约感觉到了辉夜即将离开。于是，在收到那封烟花大会的邮件时，彩叶没有犹豫，向辉夜发出了最后的邀请，想在这个暑假的终点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。看着天空中绚烂短暂的烟花，辉夜不禁有些伤感，说起了在月球的往事。那里没有四地的更迭，没有食物的香气，甚至连温度这种感知都不存在，每天只能精准地执行着被分配的任务，年复一年的重复下去。所以他很羡慕地球人生活，一切没那么复杂，都是独一无二且自由的。辉夜的话让我意识到，为什么人类总是在烟花消失时感到寂寞，因为这种会腐朽、会消失的短暂情感，才是生命中最动人的地方。如果生活只是精准地执行任务，那和一台永不关机的电脑又有什么区别呢？辉夜悲伤的情绪终究还是确定了彩叶的想法，但他不想放手，什么千年流传的结局他才不信。为此，彩叶召集了黑马六团队和8000代向神明宣战。然而现实比主曲物语更加冷酷，在强大的月球人面前，抗争显得如此徒劳，他们只能眼睁睁看着辉夜被带走，在星辰中留下最后的告别。当彩叶再次回到公寓，疯狂地打开每一个柜门，幻想着辉夜会像最初降临时那样，带着恶作剧成功的笑脸从柜子里跳出来，可现实是一片死寂。最后，彩叶收到了一笔转账，辉夜把这段时间所有的开销都还给了他。辉夜的离去给了彩叶沉重的打击，他在房间中失落了很久，可生活总归还是要继续。彩叶再次打起精神，在房间开始创作，试图把对辉夜的思念写进歌曲之中。而当他完成创作，对着月亮唱歌时，歌声居然真的传到月球。感受到思念的辉夜完成工作后疯狂赶回地球，可此时的彩叶已经变成了老奶奶。辉夜无法接受这样的结局，他试图利用时空空气穿越，却意外被陨石撞击，掉落到了8000年前的地球。可非传仅剩的能量只能给同行的狗狗创造身体，他只能借用宠物跟人们交流。人类创造了
网络，辉夜才以虚拟歌姬的身份重生。原来根本没有什么辉夜姬的故事，那只不过是辉夜在这8000年的孤独里一遍又一遍对着不同时代的人打捞关于彩叶的记忆。那些流传千年的神话，本质上是一个孤独的人在漫长的时光里给爱人写下的长达8000年的情书。彩叶得知真相后，明白了人生的意义，与其对着月亮祈求奇迹，不如自己成为奇迹。他决定投入生物医疗工程，创造一个有辉夜的世界。时间转瞬10年，彩叶终于研制出可以承载意识的仿生实体。传奇主播辉夜正式复出，这一次他不仅活在虚拟网络，更活在彩叶能触碰到的现实世界里。至此，影片到此结束。超时空辉夜姬之所以被称为百合见你的名字，在我看来是因为它彻底打破了人仙殊途的悲剧命运，告诉我们真正的等待绝不是等待奇迹，而是两个灵魂的双向奔赴。辉夜为了回到彩叶身边，忍受了8000年的孤独，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把自己活成了传说。而彩叶为了能再次触碰辉夜，用尽一生去攻克生物医疗工程，将虚幻的意识带回现实。这不是那种软绵绵的恋爱剧，这是一场向命运夺权的壮丽史诗。成年人的全都要，背后是拼尽全力的智慧与执着。